很多人年纪轻轻就会有腰膝酸软、失眠、浑身无力等症状，其实这可能是肾气不足了。那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首先，保持站立的姿势，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全身放松，双手握成拳，放在肾腧穴的位置，然后踮起脚尖，双腿上下进行抖动，这样带动双拳按摩腰部，每次做5分钟，要让腰部感觉到发热。每天做2次，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激发肾气。每天坚持做，能起到补肾气、生阳气的作用，对改善肾虚、肾气不足有很大帮助。肾气足了，身体也会更年轻哦。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平时要多养肾。除了要合理进行运动外，还可以多吃一些养肾食物，比如黑枸杞、牡蛎、核桃等，可以提高肾脏功能，养肾护肾，对保养肾脏有很大。气是我们人体的根基，如果阳气不足，那么身体也会生病，所以补阳气很重要，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容易损伤阳气。那么不妨借助一下食物吧，常吃3种食物，有助慢慢把阳气补回来哦。常吃小葱，小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钙、钾等营养成分，有通阳解毒的作用。那经常吃有助提升阳气。常吃香菜，香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不仅有驱寒、促进消化的作用，也能够帮助提升阳气。常吃羊肉，羊肉味道鲜嫩，性温而不燥，冬天经常喝点羊肉汤，可以帮助温补气血，促进阳气生发，有很好的补阳气的作用哦。高的人不想让血糖升高，平时就不能够胡吃乱喝，那吃什么对身体好呢？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苦荞，苦荞中含有芦丁，也就是维生素 P， 血糖高的朋友用它泡水喝，可以帮助调节血糖，对身体有益。苦瓜，苦瓜含有苦瓜皂苷，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那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帮助平稳血糖哦。那除此之外还有3种食物尽量不要吃。第一种，蜂蜜，蜂蜜含有很高的糖分，所以血糖高的朋友不要大量的吃。第二种，红枣，红枣中也含有大量的糖分，那新鲜的红枣大约含有35%左右，干枣则含有60%左右，所以也要少吃。那第3种，冰淇淋，冰淇淋不仅含有的热量高，含有的糖分也很高，所以血糖高的人应该避而远之哦。对于一个吃货但血糖又高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应该就是看见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不能吃。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甜食，少吃含淀粉多的食物，还有太油腻的食物，还有下面的这2种蔬菜，喜欢吃的人要注意了。第一个要少吃菱角，菱角中含有淀粉和钾元素，很容易转化成葡萄糖，刺激血糖升高，所以血糖高的朋友要尽量少吃哦，不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第二个要少吃莲藕，莲藕也含有大量的淀粉，而且莲藕含有的水分也比较少，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也对身体健康不利哦。所以血糖高的人要少吃菱角和莲藕，你们记住了吗？血糖高的问题，现在血糖高的人越来越多了，那血糖过高对身体有很大危害，所以平时要做适当的调节。除了饮食方面，我们还可以经常做一个动作，有助血糖平稳。这个动作就是刺激阴市穴。阴市穴在大腿前面，我们可以正坐弯曲膝盖，沿着膝盖骨外上缘直上量4个手指，就是阴市穴了。按摩时，我们可以将手握成空拳，然后对准阴市穴进行敲打，敲打3到5分钟，左右都要敲打到。阴市穴属于足阳明胃经，那这样敲打刺激阴市穴，可以帮助调节新陈代谢、理气止痛，有辅助降糖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按摩这里并不能够代替降糖药哦。人若出现3种情况，小心并发症找上你。表现1：皮肤瘙痒和干燥。血糖高的人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表现2：视力下降。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如果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模糊，最好及时检查一下，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表现3：腿脚发凉。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要小心是糖尿病足，建议大家检查一下。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
要提高警惕了。那想要控制好血糖，日常做好2件事。第一，改变饮食，平时保证3餐规律，营养均衡，最好少食多餐，不能吃得过饱，尽量不要偏食，这样有助血糖稳定。第二，适当运动，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最好是有氧运动，比如慢跑、快走、广场舞、太极。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我们一天呀有3顿饭，而早餐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早餐吃得好，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但是呢，血糖高的人要注意，早餐要远离2种食物。第一种，油条。很多人吃早餐的时候喜欢吃豆浆油条，油条是经过高温油炸的，其中含有的热量和脂肪呢都非常多。那血糖高的人如果经常吃，是不利于血糖平稳的，所以尽量少吃。第二种，白粥。白粥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早餐，但是白粥含有很多的淀粉，而且还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呢，血糖高的人尽量不要吃白粥，不然容易使血糖升高哦。不过早餐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脱脂牛奶，对稳定血糖是有帮助的哦。家里好像没有水果了，哎，下班去买点，买什么好呢？荔枝、哈密瓜、葡萄。这些水果可都含有很多糖分的，正常情况下吃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少吃哦。哎，木子，那血糖高还有哪些东西不能吃啊？看这里，还有2种食物尽量不要碰。红枣。新鲜的红枣呢，含糖量在35%左右，而干枣含糖量则在60%左右，所以红枣可以说是升糖大户了，最好呢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吃。糯米的含糖量可是比米饭还要高呢，所以血糖高的朋友，糯米也要远离哦。那你们记住了吗？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再贪嘴喽。大家都知道，血压高了，我们要吃降压药。那除了降压药，日常呢还可以做好4件事，对平稳血压也是有帮助的哦。第一个，要慢慢起床。如果起床太猛，容易使血压快速上升，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早上起床时要慢慢起床才行。第二个，要晚饭后散步。血压高的朋友，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可以适当的出去散散步，这样可以放松身心，对促进睡眠、稳定血压都有帮助。第3个，不要剧烈运动。虽然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血压高的朋友注意不能够做剧烈运动，这样也容易使血压升高。所以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适当的做，有助平稳血压。第4个，不要猛回头。猛回头容易导致大脑急性缺血，使人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所以呢，血压高的人记住也不要猛回头哦。社会的不断发展，血压高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血压高的问题。其实血压高很可能是吃出来的。那下面的3个饮食坏习惯，你看看你有几个？喜欢吃菜汤，很多人喜欢用菜汤拌饭吃。虽然这样吃呢很好吃，但是菜汤里容易存留大量的盐分，吃多了容易引起血压升高。喜欢吃腌菜，不管是自己家腌制的咸菜还是外面卖的，腌菜中都会加入大量的盐，如果盐分超标，对血管健康不利，也会引起血压升高。喜欢喝饮料，饮料中不仅含有大量的糖分，也含有钠。如果经常喝饮料，不仅会使血糖升高，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所以呢，喜欢喝饮料的，希望你尽量改。现在有个胃不舒服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事了。所以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要养胃了。那你知道养胃也分时间吗？一天之中有3个时间是养胃的黄金期哦，你可别错过了。第一个，早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是吃早餐的时候，若能坚持吃一顿营养的早餐，对养胃护胃是有帮助的。第2个，中午12点左右，那这个时间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吃饱，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坚持住，胃也会感谢你哦。第3个，下午6点左右，那这个时间是晚餐的时间了，这对一个人胃的功能很重要，需要大家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那这样胃也会越来越好哦。所以这3个时间你抓住了吗？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痔疮，都说10人9痔，现在有痔疮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出现痔疮真的是让人既痛苦又尴尬。
那平时我们该怎么缓解呢？不妨试试常吃下面这2种食物吧。竹笋，竹笋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物，受到很多人的喜欢，而且营养丰富，其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如果你经常出现痔疮，那么就可以吃点竹笋，能润肠通便、消肿化瘀，对缓解和预防痔疮有帮助。无花果，无花果是一种很好吃的零食，女性经常吃有美容养颜的作用。除此之外，无花果中有丰富的食物纤维，经常吃能通便润肠，对便秘和痔疮都有预防的作用哦。得了，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下期见吧，拜拜。